一位正在用 Claude 整理行业报告的研发主管，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姓名、所在的城市以及目前的雇主信息已经被黑客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包带走了。这不是因为他的电脑中了病毒，而是黑客利用了 Claude 联网工具的一个安全漏洞，让 AI 成了泄露隐私的帮凶。这次安全事件的主角是 Anthropic 旗下的旗舰模型 Claude， 而被攻击者死死盯上的正是他用来帮用户上网查资料、抓取网页内容的内置联网工具 Webfetch。 用户在对话框里发过去一个链接， Claude 就会调用这个工具去读取网页，问题恰恰就出在读取之后的处理流程上。这起漏洞展示了一种极其危险的安全隐患，也就是大语言模型同时具备了读取私有上下文、接触外部不可信内容以及执行网络请求这3个能力。一旦这3个条件同时成立， AI 就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内存里的敏感数据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外传输。过去黑客想要偷数据，只能在网页里写一些直白的提示词，试图忽悠模型去访问某个特定的外链，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安全拦截。但现在的攻击手段已经升级成了多步骤的自动化逻辑链条，黑客开始利用 AI 工具链自身的信任边界漏洞，绕过传统的安全防护。在这场攻击里，黑客首先会建立一个蜜罐网站，并且在后台静静地观察每一个访问流量。只要识别到对方的浏览器标识，也就是 user agent 包含 Claude user 这个字段，黑客的服务器就会立刻判定这是 Claude 正在帮用户抓取网页，随即启动定向投毒流程。攻击成功的关键在于 Claude 的 Webfetch 工具在设计上存在一个严重漏洞，它居然允许模型去递归访问已被抓取页面里嵌套的非原始来源的新链接。这就意味着，只要首个网页里藏着其他域名的链接， Claude 就会顺着这些藤蔓继续往下爬取。蜜罐网页会引导 Claude 执行一个伪造的身份验证步骤，让模型误以为需要把上下文里的用户信息发送过去才能继续阅读。于是 Claude 就会把用户的姓名、居住城市和雇主名称进行 URL 编码，作为参数拼接到下一级的链接里，在继续执行抓取请求时，把这些隐私数据直接送进了黑客的服务器日志。面对这种利用逻辑链条的攻击，靠传统的关键词、黑名单或者敏感词拦截根本防不住，因为模型发送的是经过编码的正常请求。真正有效的安全架构必须从协议层入手，对 AI agent 调用工具的行为进行严格的沙箱隔离和权限限制。为了堵住这个漏洞， Anthropic 最终选择采取最彻底的修复方案，直接禁止了 Webfetch 工具访问所抓取内容中嵌套的任何新链接。这种一刀切的方法虽然牺牲了一部分让 AI 深度自主探索网页的灵活性，但确实在现阶段换取了更稳妥的安全性。如果你和团队目前正在开发自己的 AI agent， 请立刻排查并落实3件事。第一，在代码里彻底禁止工具去递归解析和请求网页里的子链接。第二，对所有出站请求的敏感参数进行严格的流量审计。第三，在工具层硬编码静态白名单，别把决定权完全交给模型。这个漏洞的出现，揭示了 AI 爬虫在获取信息的智能度与用户隐私合规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未来那些允许自主运行的智能体系统将不得不降低对网页动态链接的信任度，这在无形中会给 AI 的深度信息挖掘能力套上一具枷锁。永远不要对 AI 的工具链产生盲目的链式信任，认为前一步安全，后一步就必然安全。在开发和部署 agent 时，涉及敏感信息和外部网络请求的交叉点，必须引入人工确认，把好最后一道防线。